这个微电镀爽，快看我调的金属粉。今天和大家一起来看伊利创玩出品国宝特工系列草莓战宝。在板件到手时，本来我是想做个原色喷涂的，但是我实在拒绝不了红色做成金属色和微电镀的感觉，待会儿和大家细节展示。先来看配件，还是那么老一套啊，水贴卡片透明板件，有涂装的大宝剑。为了配合主体的大翅膀，这次特点选为一个透明的指甲地台，地台主体为磨砂质感的透明红，与主体配色互相呼应。而这次上官子怡在脸型方面，两版表情中有4个表情为一印，其中4个空白脸是留给玩家通过水贴任意发挥，可谓是非常人性化的改进，不喜欢贴水贴的玩家狂喜。而在设计方面，延续并优化了脸型的替换机制，真的只需要将叶子往前一推，脸型就能整体拖出来进行替换，并且这一次在上官子怡的表面也保留了许多草莓上面的小紫细节。现在我还在纠结需不需要把这些小点给涂黑啊。至于拼装方面，需要给大家提及一些情况啊，主要的位置是双腿和翅膀，比如在胯关节的位置，在确定锁定之前一定要分清左右腿。双键键柄的收纳仓是向外的，如果胯关节位置零件安装方向错误，在安装完成后是没办法旋转修整的，只能拆卸后重装。其次是在双翼的特效键插口，在安装完毕后记得检查，当翅膀已经摆成了安装态势，侧面是否有2个插孔，因为当内部骨架零件安装错误时，插口是没有的，就是封闭状态，这个时候又需要设计全部拆下再进行重装。最后来看一下主体，关于配色方面，我这次使用的是降雨金属红，自调的暗红色和金属粉。比较惋惜的是，这一次所有金属色的补土我用的是白补土，没有用黑补土，以至于表面的金属质感更像珠光漆。因为一开始打算喷涂金属色时，我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就是在模型原色漆中并没有金属粉这种颜色，而当我自调出金属粉后，才敢下定主意进行喷涂。这边也给大家展示一下金属粉色的表现如何。其实乍一看的话，非常像当初 iPhone 6s 上面的违规金，并且金属红色和深红色方面，则是在金属红的基础上加入了黑铁色。因为害怕红色太过暗淡，于是并没有把深红色做得特别深，所以色差就比较小。较为明显的其实可以在驾驶舱的位置看出来，驾驶舱中周围的红色是金属红的基础上涂了透明红，所以有一些伪电镀的感觉。而嘴巴的周围则是刚刚提到的深红金属色，周围整体作为普通的金属红，作为胶牢倒是有一些期待今年 WF 炫色版的配色了。模型本身的所有白色进行了保留，但在螺旋桨和武器的位置做了改色。螺旋桨采用的是透明镭射，但是在自然光下是会透出各种炫色反光的。武器的常见用的是密印，这个就比较常态了。而作为本期最大的看点，透明的翅膀特效键在每个尖端部分我是用了银色进行清扫，从正面看是银色的发色，但从背面看被喷涂后的位置会有发光的感觉，并且在表面也增加了一些紫色偏光，若隐若现，算是提升一点情趣哈。同时在眼睛部分加灯就不给大家炫技了，相对于使用贴纸，我是在眼睛内部进行了一个银色的清扫，这样在不发光的情况下，机体的眼睛看起来也有一定的层次感和质感，个人感觉还不错。而到整体的把玩性方面，因为最是草莓战宝的机体乍一看是和前3款比较相似，但其实在造型和机设上都有些区别。直观点说，就是当我拼了菠萝战宝过后，小果战宝和香橙战宝完全是属于闭着眼睛都能拼了。而这一次因为我要喷涂，所以把所有零件都取下来，然后再看说明书，属于一脸茫然的状态。比如在胯关节的位置，这次机型取下了前3款作品的结构，修改成了这种两边分别可动的设计，一定层次上增加了关节结构的隐藏性和可玩性的保留。所以从下面看，胯部是有这么一坨非常大的圆柱体啊，我感觉非常像油箱。可动手没得说，和香橙战宝基本类似，除了拼起来麻烦些，倒是也没什么缺点。而双腿部分的整体性较强，从正面看非常饱满，而从背面可以看出有非常大的空档，以至于在做屈膝结构时，大腿小腿之间的衔接非常到位，可动性也非常大。这次脚部虽小，但在背后大块后腿的加持下，接地性是非常不错的，甚至无论双脚是垫脚还是正常放置都不会影响其接地性。最后说一下关于支架的位置，模型的胯部提供了3毫米的支架接口，条件允许其实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使用不同的支架。而这次支架是以国宝特工的 logo 为造型，同时给予了角度与角度锁定的功能调节。拔出调节杆，将支架调节至舒适角度，而再将调节杆插回即可锁定角度。尖端处的位置则是需要将整个零件拔出再返回进行角度调整。透明件比较脆，有断裂风险，所以这边是都给到了一个替换键。关于变形方面就太过简单了，只需要将
四肢取下，将翅膀位置放平，即可变成合体背包状态。说实话，我现在还沉沦在这个大翅膀的特效键的震撼里。一个系列的玩具，相信大部分的观众是挑个主角就差不多了，现在这个女主真的是不得不入了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个地方结束，如果有我在视频中没有说到的问题，大家都可以在弹幕或评论区提出来，我都会一一回复。我是欧奇喵，我们下期再见。